今天在报新闻，我们看到了川普这个任期的首次出访亚洲，忙得不得了。从马来西亚签下了稀土矿，到日本见了天皇，节奏准的跟一盘棋一样，分秒必争。不过他突然松口，如果有必要，他可以延长行程。哇，到底是何方神圣可以让川普这样表示愿意为了他多留几天？只有一个人。他叫金正恩，背后水多深啊！川金三会，俊相有没有可能这个举行？其实没有人敢把话说死。是哦，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是这样，你就知道原因了哈。川普这次在这个访问了亚洲的这个多个国家，他在这个被记者问到的时候，他离开马来西亚要上飞机，他的空军1号之前，然后问到说，你会不会跟这个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啊？那川普是说，虽然白宫目前还没有跟平壤取得联系，但是如果他说的他就是金正恩愿意跟我见面的话，我很乐意延长我的亚洲之旅时间啊。他本来亚洲之旅到了马来西亚之后，现在到日本跟高市早苗也是举世在瞩目啊，因为高市早苗刚上任，那之后就要到韩国参加 APEC 峰会，对，跟习近平见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离开朝鲜半岛，离开韩国之后，他就结束亚洲之旅，为了他愿意延长这个时间，而且川普还在那边讲。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如果他想见面，我就会安排行程飞到北韩。那我问你，我们讲说金正恩可以穷可以苦，但是绝对不能忍受被忽略，尤其是上一任的任期，两个人好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在第二个任期忽略我？好啦，川普现在把球丢过去了，那金正恩接是不接呢？这个就很尴尬了，因为两国领导人见面，外交部长、双边的外长或者是先前的安排很重要。可是现在川普单方面释出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呢，那金正恩是不是要愿意回应，还是一个未知数？可是偏偏被人家发现说，北韩的外长就是崔善基，他现在人在哪里？他跟普丁见面，他跑到俄罗斯去了，他这个是26号到28号出访俄罗斯，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到了那边去做一个访问。所以这个完全不像是川普跟金正恩要会前会，外交大使、外交部长先来见面磋商第一回合的样子，这样没有风呢？对啊，你这样外交团队出现空窗期，是不是会面的可能性降低了？可是注意到哦，为什么大家会嗅到一些不寻常的氛围？你先看这个 DND， 就是它的一个北韩跟韩国的这个38度线的这样的一个非军事区。对，最近呢，突然在板门店这边，北韩被拍到，北韩这边他在做清扫的这个动作，尤其是他这个清扫他的这个北侧的设施，还有这个拔一些杂草、整理花圃跟树枝，还重新把墙粉刷了一下，然后甚至开始进行摄影拍照，感觉好像有大官要来这边视察，还是说你要在那边开会举行什么样的一个典礼，要不然怎么重新装潢了一番？这个动作怎么解读？很久没有这样做了，所以是不是为了有没有可能，其实金正恩为了川普的到访，先铺红地毯呢？所以你除了刚刚我讲北韩之外，南韩也有动作南韩这边的动作是什么？你要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他已经决定说，10月27号到，因为以前我们去韩国玩，也喜欢去板门店这个非军事区这样的一个南北韩停战线这个参观，那边是观光热门点。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宣布，10月27号到11月1号这段时间终止板门店的特别参观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参访行程。这不是很怪吗？是不是有贵宾要来？还是你要在那边开会？否则为什么不开放观光客去那边游览？然后呢，外界就开始在猜说，是不是两韩高层会晤，还是川普要见金正恩？而且 CNN 也是一个指标。为什么这样讲 ？CNN 既然他联系在韩国临津阁的一家咖啡厅，要求要把那个地方的咖啡厅很靠近板门店的这个地方，他把它整个包下来，而且包的时间是10月29号到11月1号其中一天。那据说 CNN 告诉老板说，我必须在咖啡厅这边露台上。可能要进行随时 live 转播，进行节目连线。来，导播来看一下这个日期10月29号到11月1号，这个什么概念？这个不就是川普见完习近平此行最重要的峰会之后，好整以暇，如果今天金正恩点了头，他可以在这个时间就到38度线去跟金正恩见面了。那么2019年这历史性的一刻，我们就有可能再看到他一次喽。2019年6月那一次的时刻啊，你刚刚特别提到是一条推特，这个推特是川普写的，这个推特在那时候在网络上，他去参加这个日本大阪的 G20 的峰会，然后
参加的时候，川普就透过这个社交媒体，在 Twitter 上面就邀请说，这个看金正恩是不是在这个两韩的这个边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会面。然后其实当时川普也不知道金正恩会不会答应他，那可是川普飞过去了，金正恩也出现了，虽然表情有点这个严肃，还稍微带点微笑，有点面带困惑的样子，但是呢，至少你看到双方领导人在这边进行历史性的这个一握，而且在那边会面。当时金正恩其实没有想到川普会真的来，川普也没有想到金正恩会出现。然后呢，川普当时跟金正恩握手的那一刻呢，他还跟这个金正恩讲：“你想让我跨过这一条线走到你的国家吗？”结果金正恩跟他握手的时候，好的，然后就邀请他示意一下，然后就给他这样走。结果川普就还慢动作这样走一下，跨过了那个地方，就跨过他金正恩前面那一条，好像那个是一条石头线一样，然后他就跨过去，成为美国历史上现任总统第一个到北韩的国土上的一个美国总统。你可以说这一幕是历史的、政治的伸展台，但是今年几天之后，如果真能见上的话，可不是这么风花雪月。为什么？因为有极度的迫切性，3个字：核威胁啊！没错，因为现在在国际上，其实一般没有把北韩列为核武俱乐部，偏偏其实我们节目也讲过很多次，北韩就是有核武啦。其实连美国总统川普他也松口证实说，对啦，北韩其实就是一个核武国家。为什么？因为这一次记者也问到这个川普对北韩的这个核威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川普就说北韩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核武国家，而且不止这样。所以看到北韩动作频频，这2天他们又宣称成功对他们的这个东南的海域试射成功2枚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这2枚高超音速的飞弹，哇，这个是不是冲着这个川普来到南韩峰会？我就告诉你，你看他又在刷存在感了，我在这里呀。你也可以这样讲，虽然金正恩本人并没有到这个现场去试导，但是这2枚据说是北韩版的伊斯坎德尔的这个高超音速飞弹，多远？打到美国。它这一次虽然只有打300多公里，但是呢，据说它的射程应该是突破，而且它是不定向的，可以突破各种飞弹防护能力。据说也是北韩新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高超音速飞弹，具有不定向的攻击能力，这令韩国、日本甚至美国也注意到北韩又出现了新动作了。好，当我们今天在讨论川普跟金正恩能不能又见上第2次面的时候，很多人在讲说，北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秘国度？过去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北韩人说我在平壤我很幸福，外面的人带着滤镜说不，你们是人间炼狱。到底真正的北韩长什么样？你去问问脱北者，他们最知道。你知道脱北者1年平均有1000人要这个脱北离开到南韩的，成功的只有236人，成功率是非常的这个低。但是今年8月让北韩发生了一件让金正恩觉得可能有一些内忧外患、超没面子、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北韩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叫泰亨彻，他率团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大动作的去访问了蒙古国。那到了蒙古国之后，它里面随行了一个这个北韩的翻译团的这个使团的这个团员，他是一个翻译官，竟然利用这个机会跑到了这个蒙古国，南韩驻蒙古国的这个大使馆，要求韩国给他政治庇护。最后呢，也成功申请政治庇护之后，再循其他的这个国家途径飞到了这个韩国，脱北成功。那当然了。北韩驻蒙古国的大使当然就被撤换，金正恩对这件事情也很大怒，因为竟然让脱北者成功叛逃到了这个南韩去了。说到了脱北者，我们来看，很少讨论过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或者你说标签，居然他进到了 K-pop， 多少人在关注他，所以他的一言一行是大家关注北韩一个很重要的窗口。他眼里，他的家乡，他的平壤，他的北韩是什么样的地方？韩团其实一直有很多 K-pop， 最新的一个 K-pop Universe 宣布成立了。值得注意的是，大家眼睛一亮，其中这个 Universe 的团员有5个嘛，其中有2个，一个是赫，一个叫习，这2个人竟然是来自于北韩，是2个人从小都过惯着那种颠沛流离的这个苦日子。你要知道，在北韩，虽然大家都说金正恩可能喜欢 K-pop 的这种韩国的文化影响力，但你在北韩，只要你去看韩国的韩剧或者是 K-pop 的这些影音作品你不是送劳改，你就是被枪决、处决、判死刑，可以吓死人。这个是在北韩你受到的，你越近我越爱看。他们不止脱北，他们还加入了 K-pop， 所以你去想，要是到平壤的同学一起长大人，哇，看到他们在那边载歌载舞，那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是一种文化的反噬跟反攻，让这个北韩会突然觉得，哇，怎么会已经挡不住了？对，所以你知道，脱北者如果没有成功逃离北韩，他的下场是非常跟地狱一样。
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